我的蓝牙能连接高冷校草的心声。超市里，他站在货架旁皱眉，小熊软糖没有了，一包也没有了，好难过。我看着自己手里最后一包小熊软糖，默默放回货架。放学路上，一只流浪猫蹭了下他的裤脚，好小一只，我为什么会对猫毛过敏？好想摸摸它的头。我看着猫进一步，它无奈退3步的样子，忍住笑着替它摸了。次偶遇后再遇见它是在厕所，它在洗手，面容清冷，透过镜子看了眼我的位置。我再次听到它的心声，它竟然已经跟到了厕所，暗恋我这么久，为什么还不表白？我什么时候暗恋它了？正文开始，我怀疑自己撞鬼了，不然耳机里怎么会有其他男生的声音？小熊软糖没有了，一包也没有了，好难过，好想吃。清冷悦耳的声音还怪好听。我见鬼似的摘下耳机，那诡异的男生随着一起消失，可在戴上又出现了。真的好想吃小熊软糖啊！这还是个爱吃小熊软糖的鬼。我惊疑不定地看着手里从货架上拿的最后一包小熊软糖，仿佛是烫手的山芋。不会是因为这个才把鬼引过来的吧？超市里没什么人，只有不远处的货架旁站着一个男生，他个子很高，穿着一身黑色短袖，皮肤冷白，侧脸轮廓线条绷着，整个人散发着不容靠近的疏离气息。我知道他，江让，我们学校的年级第1，兼校草，家里特别有钱，听说有栋教学楼就是他家出钱建的。这样的人仿佛上帝给开了聚光灯，走到哪里都是人群焦点。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看着确实和传闻中一样高冷不好接近，压下心里的惊讶，想到他不认识我，我还是没上前打招呼，正要拿着小熊软糖和其他零食去柜台结账，耳机里又传来声音，咦，他手里拿的是小熊软糖吗？我脚步诡异的顿住，目光若有所思地看向货架旁的少年，果然他正看向我这边，准确来说是在看我手里的小熊软糖。见我转头，他视线立刻收回去，神情冷淡，耳机里却传来声音，最后一包小熊软糖真的在他手里，想从他手里买过来，我求求他，他会给我吗？所以一直在我耳机里说话的是学神江让，可他明明没有张嘴说话，像是为了验证某个结论。我摘下耳机，想吃小熊软糖的魔音果然消失了。我试探性地举起小熊软糖，能明显感觉到马上有灼热的视线看过来。我得出一个结论，我的蓝牙耳机能连接江让的心声，实在受不了这道灼热的视线。我轻点了下手中的零食，故作惊讶，哎呀，零食好像买的有点多了，赶紧把小熊软糖重新放回货架上。耳机里传来欣喜的声音，他不要小熊软糖了吗？放回去了，太好了，是我的了，是你的，是你的。想不到高冷学神竟然喜欢吃小熊软糖。我刚把糖放在货架上，少年的手臂就穿过我，将糖拿了过去，生怕下一秒我会反悔又拿走。我偷看了他一眼，他表情酷酷的，拿到糖也没有露出什么表情。学神好像和外界传言不太一样，不过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被我忘了。作为一名普通学生，上学的日子过得平静又乏味。上课、下课，同桌总喜欢和别人讨论学校八卦，谁因为打架被退学了，哪个老师因为经常拖堂讲课被学生家长举报了，还有校花表白将学神被拒绝了。除了学习，同桌什么都能讨论得津津有味。其中关于学神江让的传闻最多，比如江让爸爸是上市公司的老板，连国外都有好几处资产。江让从初中就一直霸榜全校第1。至于为什么是从初中开始，因为他之前一直在国外上学，初中才回国。江让人特别高冷，不爱说话，脾气不怎么好，跟他告白的女生最后都是哭着跑开。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女生不死心地暗恋着他。平时我对这种八卦不怎么感兴趣，都是在沉浸式学习。对于我这个学习中流偏上的学生来说，与天生脑子快的学生不同，得花更多时间去投入学习，才能在一众天之骄子里不断进步。但这次在他们讨论时，我想了想，插了句，江学神好像挺喜欢吃糖，还是小熊软糖。同桌和前桌不信，哈哈大笑。江学神喜欢吃糖，开什么玩笑？之前校花送他亲手做的巧克力他都没要，他那么高冷，一看就不喜欢吃甜的。我默默闭嘴。好吧，要不是那天的意外，我也不相信。我继续沉浸在题海中，再次看见江让是在一个放学的下午，因为值日，我很晚才从学校出来，回家路上看到了他。他穿着校服，气质干净清冷，双唇抿着，低头在看什么。我注意到离他不远处有只小猫，小猫慢悠悠迈着小步子走到江让脚边，想要蹭一蹭他的裤脚，却被无情地躲了过去。看来江学神不喜欢猫。想到什么，我掏出蓝牙耳机戴上，果然听到了他的心声。好小一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生物？为什么我会对猫毛过敏？想摸，原来是对猫毛过敏。看着小猫不死心地继续凑过去要蹭，少年无奈躲开的样子，我忍不住笑出声。发现有人在，他回头看我，四目相对。这还是我第一次直视江让，观察他的长相，不愧是天之骄子中的天之骄子，优越立体的骨相，高挺的鼻梁，轮廓线略显锋利，给人冷峻的感觉。最漂亮的要数那双深绿色的眼眸，微微眯起时，就像是一只充满警惕不悦的猫咪。同桌曾经说过，江让的妈妈是德国人，她是德国混血。江让的心声在耳边响起，他是谁？为什么一直看我？我看着他皱眉的样子，明显是在思考。我并不意外，江让身边围着这么多人，怎么会记得在超市有一面之缘的我？想起来了，他是那个每次考试第3道大题都用一个思路做错的人。在办公室看到他2次，每次老师都在跟他讲那道题。刚要开心，这位学神记得自己，就听到他后面的话：打扰了。我面无表情地从他身边走过去，还能听到他心声中透着疑惑。他看起来不太开心，难道是那道题又做错了？明明不难。我走得更快了，人比人气死人。最近遇到江让的频率很高，并且每次我都戴着耳机，听到了他的心声。这位外表看起来高冷不好接近的学神，内心实在太活跃了，从来没见过反差这么大的人。有时候戴着耳机都会被他吵到，我被迫知道他的很多爱好习惯，
他爱吃甜食，爱吃草莓，爱睡觉，也爱游泳拳击，喜欢毛茸茸的东西，讨厌下雨打雷，也讨厌听课，因为他都会。我头疼，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为什么要听到这位天才的烦恼？摘下耳机，世界才重新安静。因为总是听到江让的心声，经常被狠狠打击到。我更加刻苦学习，遇到很多难题，为了发泄愁闷，吃了很多零食，导致最近一直在拉肚子。这次耳机还播着英语听力，我实在受不了，直接冲进厕所。出来后，我神清气爽，然后看到正在洗手的江让，才发现自己跑到男厕所了。江让在洗手，背影高挑挺拔，透过镜子，他看了眼我的位置，见我看过来，又低下头，镇定平静的样子，仿佛并没有看到我这个跑到男厕所的女流氓。我的耳机里传来他的心声，竟然已经跟到厕所，他真的很喜欢我。制造偶遇这么久，为什么还不跟我表白？他在看我要告白了吗？有点紧张。他看着和猫猫一样娇小可爱，拒绝他一定会很伤心。好像并不讨厌和他交往，心跳变快了。当他的男朋友需要做什么？是不是要约会去看电影？他喜欢欧美还是日韩？两个都看也行，只要他喜欢。我就这么看着他纠结后，又露出坦然的表情，心中五味杂陈。等等，自己什么时候暗恋他了？眼看误会越来越大，我捂脸跑出了厕所。数学老师一个人带好几个班，自习课他让我去交办公室帮忙批作业，江让也在。我头大，忘了数学老师也教江让他们班，他也在帮忙批作业，同样是数学课代表。我和他的成绩排名却差了很多，面对这样的大神，自然是能感受到一丝学神的压迫感。更何况我进了男厕所被他看到，还被误会。批作业过程中，我眼珠子都不歪一下，假装不认识他，希望他也假装不认识我。数学老师有事离开了，办公室只剩下我俩，安静的只能听到卷子翻开和笔尖在纸上滑动的声音。没有蓝牙耳机，我听不到江让的心声，没有那过于活跃的心声，江让判若两人，高冷又不好说话。终于撑到批完试卷，我松了一口气。期间我俩一句话没交流，我也意识到听了他这么多心声，但现实中我们是一句话都没说过的陌生人，好像也不用那么拘束。放学有时间吗？身旁传来声音，他的内心话听多了，听到这句话，我下意识以为是他的心声。几秒后，我才意识到江让在和我说话，可能没时间。后天呢？有什么事吗？他淡淡说，约会。我差点没站稳。江学神，你要不要这么语出惊人？他好像察觉到自己说的有点过于直白，又补充了一句，可以吗？因为听不到他的心声，我没办法通过他那冷峻的模样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对上他碧绿的眼眸，我脑袋很乱，重复了一遍，可以吗？他点了下头，道，那就后天放学，我等你。看到临走前被他放到手里的一块小熊软糖，我觉得不真实。这算什么约会？可是在这之前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过，根本就不熟啊。我为什么要说可以？那天放学已经很晚了，我们只是去吃了顿饭，是一家口碑很好的火锅店。服务员，两位吃什么锅？江让看我，你能吃辣吗？可以。听不到他的心声，真的会被他的态度冷到。火锅上方热气不断翻涌，红色的汤底沸腾，我吃得很爽，江让却吃得满头是汗，冷白的皮肤泛着粉，那流畅的唇形因为吃辣而变得嫣红，格外诱人。我承认不小心被他的美貌暴击到了，看他吃得费劲，我想了想，也没有那么辣吧，庆幸没有点超辣，还是微辣。我给他递过去一杯水，他接过，因为太辣，眼睛泛起生理性泪水。谁懂？一个冷峻型大帅哥双眸含泪的看着自己的那种感觉，我的心跳快了很多，突然感觉嘴里的东西跟着辣起来，烧得我脸颊发烫，口干舌燥。我也喝了一杯水，没想到第二天江让就因为那顿火锅上火了。为什么会知道呢？是因为早上的学生代表发言，江让没有上台，换了另一个女生上台讲话。后来从同桌口中得知，是江让因为上火嗓子不舒服才换人。我顿时心生愧疚，是我提出去火锅店，也是我点的麻辣汤底。趁着大课间跑操结束，我做贼似的把江让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对不起，你的嗓子没事吧？我看到他的嘴角旁边长了一个水泡，虽然没有影响他的美貌，但我还是很愧疚。他静静地看着我，没有说话。我害怕这种猜不透他心情的情况，所以来的时候带了一只耳机。我听到了他的心声，他在关心我，还把我拉到小树林，我心跳好快。学校里的小情侣约会都在这儿，他会对我做点什么吗？好紧张，好紧张。我不如不听。我拿出一盒药膏递给他，涂上这个会好得快。他没有接过，而是低下头，视线和我平齐，想让你帮我涂。嗓音沙哑，像是在撒娇。我用棉签蘸了点药膏，一点一点轻轻抹到他唇角。疼吗？他摇头。我却听到他的心声，有点痛。看他垂眸漫不经心的样子，根本不会想到他是个怕疼的宝宝。我踮起脚尖，没忍住靠过去，在他的唇角处吹了吹。他身体僵住，耳朵肉眼可见的红了，好近。他身上好香，想被亲亲。亲亲我好不好？亲亲就不痛了。我被江让的心声吓到了，将药膏塞进他手里后落荒而逃。我不知道自己的耳机为什么能听到江让的心声，他表情明明那么正经冷淡，心里竟然在想让我亲他，让我亲他。这真的是我以前崇拜的江学神吗？在我恍恍惚惚回班后，同桌不知道听到什么消息，兴奋地拍了我一下。倩倩，你听说了吗？江学神被一个女生拉到了小树林。我表情有点慌，那么小心都被人看到了吗？同桌，跑操的时候，隔壁班有个女生因为肚子疼没去跑，正好看到江学神被一个女生拉到树林里，他们在接吻，我差点从凳子上摔下去。接吻？我只是单纯帮他涂了药膏。我故作镇定，怎么可能接吻？江学神不是这样的人。脑子里却想起江让当时的心声，亲亲我，亲亲我，快亲亲我。他好像是想让我亲他来着，但当时我跑了，没亲。同桌叹气，我本来也不相信，但是江学神班里人说他回教室后耳朵很红，嘴唇也润润的，有没有可能那是药膏？同桌痛惜扼腕，
江学神这么高冷的人竟然也会害羞，究竟是哪个女生有这么大的神通？我一定要找出那个牛逼的女生，拜她为师，让她教我几招。我默默缩小自己的存在感，可即便再怎么缩小存在感，也抵不过与江让偶遇的缘分。我总是会遇到她，在走廊转角、操场跑道、器材室、办公室、水房。吃饭的时候，她会漫不经心坐在我隔壁的位置；去超市，回头也总是能看见她走在我后面。在无人关注的角落，她常常递给我一块小熊软糖，我害怕别人看到，做贼似的小心翼翼接过。这种感觉很像是组织间的秘密交接，却又多了几分暧昧的心动。我的耳机总是充斥着她的心声，她今天还是这么可爱。刚才偷偷回头看我，我就知道她也想我了。上课的时候真的好想她，现在见到她感觉好满足。她都那么想我了，我要主动点。可她好像不喜欢被人关注，只能偷偷跟在她身后。好喜欢好喜欢她，好想抱抱她。每次我俩擦肩而过，江让面无表情，心里却在疯狂示爱。我每次都不得不摘下耳机，不是没有向她解释过之前的行为，说能听到她的心声显然太过离谱，她不会信。我只能找其他借口解释，但没用。她就是认为我在暗恋她，才会一直出现在她面前，而且我还知道她的喜好习惯。我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想假装陌生人是根本不可能了。不过这个意外的出现带给我的也不全是困扰。每次放学在某个转角遇到江让，我都会虚心向他请教自己平时搞不定的难题，包括考试经常错的那道题。江让的思维逻辑很清晰，讲话时不紧不慢，能带给我许多新的思路。老师怎么讲我也弄不明白的难题，在他讲完后，我甚至可以举一反三。这就是学神的实力。我越来越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站在江让这样的天才身边，显得那么普通。他已经提前保送全国最好的大学，以后我们的差距注定会越来越大，怎么可能会真的在一起呢？这次放学，江让问我，周末要去我家玩吗？你上次说的书，我家里有好几册。我时刻记着自己和他的差距，摇头。要做作业，来我家里做作业，我帮你辅导。我听到他急切的心声，周末看不到他真的好难过。家里没有人，每次回家都很空荡，难过。每次想到他，心里才会好受。答应吧，求求了。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好吧。听到我答应，他眼睛弯起来，眼底的清冷像是高山的冰雪被暖阳融化。江让的家真的很大，是一座独栋别墅。他父母因为工作常年不在家，钟点工也是打扫完屋子就会离开。偌大的别墅就只有江让一个人住，看起来确实很空。我进门的时候，桌子上已经摆好了为我准备的水果。他穿着一身居家服，整个人没有平时的冷意，懒洋洋的。看到我，自然地牵起我的手走进去。因为一只耳朵戴着耳机，我听到他的心声。就这样装的自然点，牵着他的手，不能紧张，不能被他察觉到。他的手好软，想捏一捏，捏一捏不会被发现吧？就捏一下。我感觉到自己的指尖被人不经意捏了捏，力道很轻，生怕被我发现。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这副小心翼翼的样子莫名可爱。我也捏了捏他的手，他脚步顿了下，随后又泰然自若牵着我继续往前走。耳朵红了，我很想告诉他，他的书房比我的卧室还大，书桌也不小。做作业时他挨着我，我转头看他，他正在低头看着试卷，神情认真。可我一只戴着耳机的耳朵却听到他的心声。他写作业时好认真，他看第6道题已经3分钟了，是不会吗？感觉挺简单的。我要不要主动给他讲？但这样会不会被他发现自己一直在关注他？好烦，想捏捏他的手，握着他的手教他做题。我听不下去了，主动问了他这道题。他面色正常的给我讲起来，期间手指不小心碰到我没有在意，直到第4次不小心的碰到，我有点忍无可忍。江让，我喊他的名字，他面露无辜。怎么啦？这一本正经的样子，我要是听不到你的心声，怕是要被骗了。虽然过程中总是出现小插曲，但因为旁边有学神的加持，作业做得出奇的快。做完作业，我俩大眼瞪小眼。我作业做完了，我回家了。他抿唇，要不要看个电影？他的心声，别走别走，才这么一会儿，再陪陪我嘛。不想让他走呜呜，该怎么样才能让他留下陪我一会儿？他走了，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还是没忍心。那就再看个电影吧。他眼睛瞬间亮起来。坐在电视机前，我俩挑选电影，最后选了一个封面看着很清新的影片。我俩坐在沙发上，中间隔着一个抱枕。后来抱枕不知道去哪儿了，我的手指被另一只手覆盖。看着他面无表情看电影，小动作却不断的样子，我有点想笑。电影播出半个小时后，剧情音效越来越不对劲，我才发现这是个看起来很清新，其实很惊悚的恐怖电影。随着音乐逐渐阴森，屋子里的空气也变得凉飕飕。眼看着主角团一个又一个以各种方法送人头，我感觉身上一紧，吓了一跳，才发现是江让抱住了我。别怕，他的声音低沉，莫名给人安全感。如果我没听到他的心声，啊呀呀，好可怕！他一定更害怕，我要保护他。这鬼怎么还露脸？都吓到他了，也吓到我了。我终于忍不住笑，将他的头按在我肩膀上，我拍了拍他的后背，不怕不怕。他声音轻轻地说，没怕。心声啊，被他发现了吗？我刚才就抖了一下，他会不会觉得我是胆小鬼？呜呜，好丢人。我看着江让把自己缩成一团，自闭的模样，觉得好可爱。他的反差也太大了，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高冷，不好说话，难以接近。谁又能想到他喜欢猫，爱吃糖不吃辣，还害怕恐怖片？我也是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保护因为看恐怖片而瑟瑟发抖的高冷校草。以前可是只能远观而不可亵渎，而现在我在听江让的心声，被他保护好幸福，一点也不害怕了。不要松手，就这样一直抱着我，好幸福，好幸福，想和他一辈子待在一起。江让穿着毛衣，整个人毛茸茸，抱着他真的有种安抚小猫的感觉。我只要一松手，小猫就用它的爪子将我的手重新放上去。我忍不住盯着他看，发现他头发上有一根毛线，想要低头帮他拿掉，他却以为我想松手，抬头看过来。猝不及防，我亲上了他的额头，空气静止，他身体僵住。我听到他心声，
他亲我了，他亲我了。我就说他一直想亲我，只是太害羞，不好意思。我好爱他，我一动也不敢动。够了，江学神，你不要再过度脑补了。运动会前夕，倩倩，运动会你要不要参加？我心不在焉地填了一个，体委看了一眼，声音激动。你要报女子2000米长跑？太好了，每年都没人报，你还是第一个。我才发现自己勾错了，本来想勾女生800米，竟然勾成了女生2000米。2000米跑完会要半条命的。见我想改，体委赶紧把表收回去，选了就不能后悔了。期待你为咱们班争取无上的荣誉，得不得奖不重要，重在参与。我懊悔，我可是跑800米都要缓很久的人啊。同桌走过来，听说江学神也报名了比赛。我报了男生3000米长跑。谁报这么苦逼的项目？他报的是射击，听说他从小就学，请的是国家队教练，他射击一定很帅。学校竟然还有射击项目？你每年都在专心学习，怎么可能关注这些？对了，你报了项目吗？女生2000米。他竖起大拇指，牛逼！运动会这天，学校很热闹，我全程看了江让的射击比赛。赛场上，他身姿挺拔，射击姿势标准，精准没有一丝失误的射中目标，惹得看台上女生们一众尖叫。我的耳朵嗡嗡响，江学神好帅，他怎么能这么完美？刚才简直射到我心脏上了。他是不是往我们这边看了啊？他是不是在看我？是在看我。他眼睛太漂亮了吧，碧绿色，天啊，我要被迷死了。坐在他们下方的我，很快轮到我上场了。长跑2000米听着很吓人，其实真的很吓人。跑到1500，我人已经意识模糊，全靠身体本能往前跑。不少人中途停下，气全不跑了。我始终坚持，这是我的准则，一旦开始就不能放弃。学习也是这样，我脑子不快，和那些天生聪明的人比，只能靠毅力和坚持。小学时被老师骂笨的我，就是靠着这股毅力和坚持考到这所重点高中。终于跑到终点，我也累晕了。再醒来，已经在医务室，江让就守在我身边，眼角红红的。见我醒来，他赶紧倒了一杯水给我。我抿了口水，嗓子火辣辣的疼痛已经淡了很多。他不解，为什么这么拼命，跑不动可以中途停下？看着他担心又着急的样子，我忍不住捏了捏他凑过来的脸。我没事，就是觉得已经参加了比赛，就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他的脸很软，任我捏，眼中的不安担忧渐渐变成了温柔放纵。他轻声说：“你拿了第2名，恭喜你！我很满意自己争取的结果。谢谢，我看了你的射击比赛，也恭喜你拿了第1。如果喜欢，有时间我教你。”好啊，那说好了。我们对视了一会儿，都不自然转过头，不约而同笑起来。这一次没有耳机听到他的心声，我却能感受到他的心情。我们都在为对方获得的荣誉而开心。我喜欢这种并肩前行的感觉。我是后来从同桌口中得知，在我晕倒后，是江让送我去的医务室。他本来还在领奖，见我晕倒，疯了一样跑过来把我抱起，冲向医务室。同桌，你都不知道当时江学神的样子有多可怕，谁都不敢拦着他，就看着他抱着你往医务室跑，还要守着你等你醒过来，校长都过来看你了。倩倩，你真的在和江学神偷偷交往吗？原来那个牛逼的女生一直在我身边。快说说你是怎么拿下江学神的？是你追的他吧？江学神看起来不像是主动追女孩子的。每天我都被同桌好奇的问题缠着。如果我说我是被动的那个，会有人信吗？因为运动会这件事，原本默默无闻的我，瞬间暴露在了学校其他同学眼中。有很多学生因为好奇来教室门口偷看我，看了几眼后吐槽：就是他吗？很普通啊，江学神怎么会看上这个女生？就是说江让可是学神啊，至少应该喜欢和他差不多智商的人吧，或者是校花那样的，颜值和智商至少得有一样拿得出手吧。我不信江学神喜欢他，一定是他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方法。他最近成绩一直上升，说不定也是抄的。声音越来越过分，同桌看不下去了，站起来要踢我对回去。我拦住他，我来，我直接走到那些人面前。你们觉得说这些话会显得自己很特别、高人一等吗？有这些时间吐槽，不如自己想要什么就去争取，天天想这些，真以为心里不干净，说出去心就干净了。我的成绩是我自己考出来的，我问心无愧，确实是有江让帮忙辅导，但如果你想，就去找他呀，因为不敢找他而来我这落井下石，语言攻击，难道这很光彩？那些人哑口无言，没想到我会毫不畏缩的直接对上来。一个女生站出来，江学神凭什么喜欢你？我叉腰，不让自己输半分气势，凭我胆子大行吗？你行你上啊！那个女生敢怒不敢言，不过是说你一句，你声音这么凶干嘛？我气笑了，你们先挑刺，还不能反击了？我告诉你，就算江让在这，我也这样凶，你一点也不凶。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我愣愣的回头，才发现江让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那我刚才的样子都被他看到了，其实我还是想在他面前维持一点好的形象的。他走到我身边，看向那个女生，你的告白我已经拒绝了3次，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以及打扰对我很重要的人。女生羞愤，眼中含泪，可是他凭什么？他根本配不上你。江让第一次眼中浮现冷意，之前的冷是拒人千里的疏远，而这次他是真的生气了。他看着女生，一字一句，你又凭什么？女生终于被打击到，擦着眼泪跑开了。江让转身，那副冰冷的模样不见了。他乖顺地走到我面前，见我不说话，小心翼翼地开口，道歉，是我的原因，给你造成了很多困扰，你别生气。我没生气，只是还没有回过神来。刚才在那个女生问凭什么的时候，我听到了江让的心声，凭她可爱、坚强、勇敢、善良、认真，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子，不许你说她。我超级喜欢她，她不开心我会比她还难过，你凭什么说她？真坏。我真的被眼前这个表里不一的江学神可爱到了。我认真地说，江让，我要和你考一个大学。他愣了下，眼神过分明亮清澈。我听到他的心声，他说要和我考一个大学，他怎么会这么喜欢我？我好幸福，要晕过去了，好想抱抱他，亲亲。我赶紧打断他心里的骚话，我知道你已经被保送 S 大，我离这所顶尖的学府还差很多分，但我会努力的。江让，我一定会走到你身边，和你并肩前行。
我开始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S 大是全国最顶尖的学府，自己的分数离他的录取线还差太多。我夜以继日的学习，白天听老师认真讲课，遇到不会的问题记下来，让江让再给我讲一遍。他知道我的决心，会专门整理难题错题，帮我有规划的冲刺。我的成绩在不断上升，但和 S 大还有很大差距。因为天天背书，我瘦了很多。同桌很担心我的状态，别把自己绷得太紧，尽力就好。S 大分数真的挺高了，咱们学校每届也才10几个录取的。我摇头，我想拼一把。我知道自己和江让之间本就隔着太多东西，大学只是其中一项而已。如果连这个我都不能奋力一搏，那以后就算真的和他在一起，也会出现问题。我从不相信少女坐享其成就能够被王子坚定选择的故事。少女一定是因为发光才会被王子注意到，她是可以和王子一起并肩前行的。随着高考时间越来越近，我没想到江让的爸爸突然联系到我，约我见面。江让遗传了江振国的面容优点，看着那同样深邃立体的五官，却更加成熟有阅历的男人，我有些拘谨。江振国掏出一张支票，不紧不慢，这是500万。这狗血的剧情竟然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段时间的努力果然挡不住我和江让的差距吗？我有些难过，开口想要拒绝。江振国说，等高考完和江让出去玩吧。有骨气的话还没说出口，我愣住。什么？商界叱咤风云的大佬笑了笑，少了几分压迫感。刚才吓到你了？抱歉，可能我不笑的时候真的有点严肃了。我说，您不是要拿着500万让我离开您儿子吗？孩子，狗血电视少看点。这次找你是想让你高考不要紧张，就算没有考到江让的学校也没有关系。S 大旁边的 A 大也是很厉害的学校，只是高昂的学费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你现在的成绩去 A 大完全没问题，我会资助你大学所有的费用。这冲天的豪气让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所以江让的爸爸并不是要拆散，而是在撮合我们。您是认真的？他说话彬彬有礼。当然，我要谢谢你。江让的妈妈走得很早，我又忙于生意，没办法时刻照顾她。她以前得过自闭症，虽然后来治好了，但还是影响到了她和外界的交流。是因为你，我在她身上渐渐看到了以前的朝气。原来江让还有这样的经历。我想了想，伯父，谢谢您，但我想试试，我想考 S 大。江振国张嘴，又想到什么，最后只是无奈地笑了笑。怪不得江让会这么在乎你，你真的很让人敬佩，小姑娘。离开前，他坚持把支票塞我手里。我江振国这辈子没求过几个人，江让已经很久没笑了。丫头，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的，算我求你了。这副老父亲操心的样子，我汗颜。高考完出分前，我一直很紧张，直到看到自己被 S 大录取，才彻底松了一口气。我证明了自己是可以凭借努力站到江让身边的。江让比我还要开心。第二天，江振国就替我们订了机票，我们去各地游玩。旅行途中风景无数，很多在书本上未曾领略的东西，在眼前都有了生动的感受。江让牵着我的手，我们爬山，在草原散步，去海边捡贝壳。他已经没有初见时拒人千里的冷意疏离，眼中多了几分外露的温润松弛，但那独一份的温柔宠溺，永远只在我面前展现。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耳机去听他的心声，因为现在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在满天星的夜晚，我们接吻。他说他是因为我才重新走进这个世界，我是他世界里的太阳，我不可以离开他。我回抱住他，那你知不知道你也是我的太阳？因为耀眼而去仰望，因为仰望而去追逐。现在我和太阳拥抱，我们都在闪闪发光。全文完。